那你父亲自漠北游历回来之后，可有何异常？我曾听母亲提过，父亲从漠北回来时身受重伤，伤愈过后便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性情冷漠，暴力严苛，再也不复往日的慈爱。没过多久，我母亲便离世了。你再想想，还有吗？母亲还与我说过，不知为何，父亲喜欢研究上了矿藏和舆图。你再想想，你父亲平日里都喜欢吃什么？没什么喜欢的，也没什么不喜欢的。但是这几年，我发现父亲不大爱喝茶了，反而爱喝牛乳和牛乳做的各种糕点。轮盘？他怎么会有这个？这不是当年在北京我做给少央的吗？你消失了20年，我还真的以为你已经死了。楚竹，还是没能逃过你的眼睛啊！你换了一副面孔，隐藏在南野，是少央让你这么做的吧？这是主人的命令，也是我的使命。那真正的崔俊呢？20年前他游历漠北时，为了夺他绘制的矿藏舆图，我杀了他。只可惜晚了半步，他已将舆图送回上京，而这舆图后来被文熙皇后藏在了阙古令中。我问你，安禄二世还有我族人的冤案，也是你一手炮制的。我是少央买来的奴隶，他是我的主人，他要我做什么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一定要去做。包括他要我除掉安禄二世和你的族人。好，不仅我的恋人背叛我，就连我最好的朋友也背叛我。前不久在健康，我见到过少阳。主人还好吗？你的主人身染重疾，回到北京不久就去世了。你还要为他卖命吗？这是我设计的，用来建造皇陵，注水封盖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毁掉灵风铺，矿洞中被污染的铁水都被封在这轮盘之下。3个时辰前，我已经开启轮盘，很快铁水即将淹没灵风铺，所有的人都会死。疯子！轮盘机关布满暗器，穆莲英，你这一去必死无疑，你们全都给我陪葬吧！我设计的还能难住我？少阳，我来了。世子，矿洞发生坍塌，袁小六死了。奏医，袁小六，师傅，醒醒，袁小六，
袁小六，师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我阿父，要与我们大家同归于尽。被污染的地下水，全都被封在这矿山之下。我阿父开启了机关，要让污水淹没整个灵峰铺，我们大家都会死。崔氏之罪告知天下，才能真正为那些枉死的人报仇，这才是天理公道。君主、谢娘子，世子命我和青龙护送二位。世子有心了。走吧，阿母。怎么了？阿母，我有点不舒服。瑶瑶，你刚经历这场风波，想必还需卧躺休息。郡主，不如与我同城。也好，我没事，阿母，我都好了。要不咱们还是一起吧？你还是听郡主的吧。你的身体若是不好，大家都会很担心。听话，好好休息。女郎，世子说了，不让你过度劳累了。你到底是我的人还是他的人？反正要是为了女郎好的话，我都听。我觉得女郎这么急着画火棘离，并不全是为了袁师傅。不好！阿母，来人！
我想要的女儿，并不是一个只会听我话的木偶，而是一个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女郎。你真正能依靠的，不是父母，而是你自己。世子，臣服一次。凭你显出了，尚未发现。继续找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诺。女郎，郡主走得如此突然，这丧礼该如何办了？按理说，太傅与郡主已经和离，郡主应该去郡主府听令。可郡主封地云郡早已沦落北秦之手，使一直是遥封，健康也从未重见过云昭郡主府。那我们该去何处听令呢？静安王府吗？日后瑶瑶就每天都黏着你，永远不分开。世子，是齐王和太傅。瑶瑶，乐君呢？乐君在后面的马车里，他与阿木一起追下山崖，现在还重伤未醒。快速回宫，宣太医。怎么会是平宁县主和云昭一起掉下山的？阿父，是我的错。原本是我与乐君一起同城，但是因我身子不适，需要卧躺，这才换了马车。是因为马匹受惊，车子摔下山崖去了。阿父，太傅，郡主之死，非家语所愿，亦与他无关。如何与他无关？啊？谁让你跟云昭换马车的？如果没换，死的就是你。怎么会是云昭？谢氏上下人等听令，谢家瑜不过一介养女，并非我与郡主亲生。从今往后，谢氏不认此女，不许此女再踏入谢府半步。来人，在。把郡主的棺椁请回家。诺。宗典族谱上，云昭此生都是我谢怀圭的妻子。
成河里，我接妻子回家，可你们谁敢拦我？太傅，先生，人给你带来了。请伸出手来。不是。刘基先生，这到底是在做什么？什么不是？无一，你画的我，这又是哪一次？演武场吗？摸骨人说了，你和逍遥不是亲兄弟。这么笃定，万一说错了呢？你既然坐在这里，那就证明我没有说错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身份的？林风浦。这么早？一开始，我不在乎文熙太子是谁，我只在乎究竟是谁害了我阿母。我知道我阿母跟你说过，她用缺骨令换我自由身。她出事之前那晚，我看到你们起了争执。这缺骨令，她不会交给除了文熙太子之外的任何人。她既然答应过你，又怎会出尔反尔？所以一开始，你才会怀疑是我对郡主出手，为了夺缺骨令。除了你，乐君也有理由。那日，我听见郡主在跟人争吵，她说她知道文熙太子的下落，她要将缺骨令交给文熙太子。我在马车上，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的，可他知道你的身世，还坚持要辅佐文熙太子上位。他如果听见我阿母想要扶持文熙太子上位，那就会对阿茂的地位产生威胁，所以他也有理由夺令。一旦文熙太子带着缺骨令回到健康，哥哥你将如何自处？为了这东宫之位，你连夭夭都放弃了，我不能留下这个隐患。缺了郡主的这块缺骨令，就算文熙太子来了，也算破了阵言。和他争执的人是谁？我没看清楚，但我猜是萧无义。萧无义他很想要缺骨令，崔俊那妹就一直握在他手上。哥哥，依妹妹看，在萧无义心中，你就是他推行北府改制，留在中书的一枚棋子。他现在既然敢对瑶瑶动情，那对哥哥你又还留有几分情谊呢？万不可再信萧无义。能控制马匹发狂的道果，只有你有，所以一开始我对你的怀疑更大。他又是什么时候变了呢？大婚那日，死的是我孪生兄长，我兄弟二人都是郡主供养的安慰。直到大婚之前，我二人的存在，就连太傅都不知晓。你不是死了吗？阿母去灵风铺之前，令他外出办差，但等他回来的时候，阿母已经出事了。那日入城，我留下来，就是为了告诉李茂，我已经找到证人了。乐君如今重伤未醒，他若是醒来后，你让他帮我仔细想一想，还有没有什么人证线索。我让人去找了马夫的家人，希望能有什么新线索。随后，女郎令我立刻控制住马夫的家人，送来健康，就是要看看有没有人会趁机动手。果然，希望的人来了。
所以你早就开始怀疑李乐君。愿者上钩，我只是给所有人都下了钩。引蛇出洞，同样也是打草惊蛇。李茂和李乐君必然察觉了你的怀疑，也很快会发现马父的家人其实什么都不知道，且并非人证。他们知道又如何？好，那聊聊我吧，我到底是什么时候露出了马脚？崔俊结识我阿母的时候，文熙太子早死了。他没有死。崔俊被人劫走了，劫走他的人还在墙上落款说，奉的是文熙太子之命。不可能！过分笃定，确实不妥。怀疑一旦产生，就无法停止。喜悦楼一直在说雀谷令和文熙太子的话本子。这文熙太子要真活着，该多大年纪啊？24年前，那就是24岁了。老王妃对你矛盾的态度，无一也是我的儿子，那您为何不肯看看萧无一？萧无一绝对不会杀害郡主的。还有我阿母在崔家时，对你无端的信任。契约无一，与子同袍，他的确给自己取了个很好的名字。还有，他对文熙太子的评价。阿母说文熙太子是一个将天下看得比自身重的人，他为了这天下不惜己身，能担得起这句话的人，全天下没有几个。而这样的疯子，我恰好认识一个。谢佳瑜，原来你对我的评价这么高啊！萧无意，你该以真面目示人了。是，我的确是文熙太子。慢着！阿父，我还在，怎么能让堂兄来摔盆，再让外人来扶灵？乐君与我阿母一同摔下悬崖，竟好得如此之快，可见福泽深厚啊！瑶瑶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拉住郡主。当日我动作若是快些就好了。瑶瑶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这都过了头七了，这几日也不见你跪灵。是我不让他来的，我上次应该说得很清楚，不许你踏进谢府半步。诸位或许有所不知，我阿母已与阿父和离。按照我阿母的意愿，定是不愿入谢氏祖坟。故而今日，我来带她走。放肆！佳玉丫头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阿父阿母怎么可能和离？我手中有2封信，这一封是我阿母离开健康时写给我的。她说她已经和阿父和离，想要出去散散心，游历这天下。第2封是阿母在灵风铺时写给阿父的。这些是郡主的遗物，只可惜还没来得及寄出，就已经出事了。阿父，你要看看吗？我不必看。我和你阿母的婚事，乃皇家赐婚，所以若无宗正稽核、内廷允准，你的和离书根本就毫无功用啊！趁今日谢氏族人都在，我就再说一遍：谢家瑜并非我与云昭亲生。怎么不知道？他只是云昭捡回来的孤儿罢了，被云昭当猫儿狗儿养了10几年而已。所以他凭什么
凭什么做我谢氏和云昭的主？别再耽误时辰了。晋安王府是养了一群土匪吗？跑到我谢氏的灵堂上来抢光果，这还有王法吗？太傅，今日谢家瑜的话，便如军令，还望太傅听家瑜把话说完。崔俊南北进暗探，阿母被其控制后，本有机会逃脱，但他听崔俊提起了安禄之案，为了从崔俊口中探出安禄之案的真相，阿母不惜与他周旋，差点脱不了身。阿母知道安禄之案难你此生心结，不解开难释怀，所以他宁愿以身冒险，也想为你求一个真相。阿母曾经以为你的执念都是错的，后来才知道他也错了。现在真相就在我手里。瑶瑶，别！太傅，我说了，今日请听谢家瑜把话说完。阿福，我阿母是被人害死的，您敢让我去查，到底是谁害了我阿母吗？谢家瑜，你还真有脸说这话！明明是马匹受惊，你阿母才意外坠马，但要不是你跟他换马车，出意外的本该就是你，还有什么好查的呢？好，我明白了。阿福不想查，我自己查，还我阿母一个公道。我再问阿福，若我要以安禄之案换我阿母，阿福还还是不还？不，你这阿福，还还是不还？不，别！若安禄之案有真相可言，那就是国事啊！你岂能凭一己之私毁家国大事呢？是吗？那阿福，当日连环弩之案，你难道没有为一己之私毁家国大事？不可妄言，你阿父和连环弩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不是妄言？阿福心里最清楚。我是不是真的想鱼死网破？阿福心里也清楚。阿母同我讲了你们过去的故事。既然您心中另有所爱，既然连开始都是错的，那您为什么不肯放阿母一个自由？从上京到健康，困于国王，困于朝廷之人太多。阿母已经去了，我只想为他还一个身后自在。我对云昭之爱，岂是你，岂是任何人能懂？当年是他自己选择了错误的开始，既然错，那就只能错到底。那是他欠我的。哎，我换。阿母说的没错，任何事情都抵不过安禄之案在阿父心中的分量。今日谢氏族人都在，那就请诸位做个见证。我阿母早已写下和离书，阿父今日也同意了。从此，云昭郡主与谢氏再无瓜葛，一别两宽。
吾陛下太后解除赐婚。她离父华，永远都是我的妻子，她的魂魄永远都离不开谢氏祠堂。这就不劳阿福操心了。阿福，这也是我最后还你一声阿福。佛公念语，吾与众爱卿共饮一杯。吾前几日得文熙皇后托梦，得知当年雀谷出天下定的传言居然是真，有2枚雀谷令传给了郡主和崔俊。行了，贵人，抓我何用？我现在是废人一个，雀谷令在萧无一手中。萧世子，你从瓜州回来这么久了，崔氏罪囚何时移交大理寺？那雀谷令又在何处啊？禀太后，崔俊让人给劫走了。何时的事？又在何处被劫走？唉，5日前，臣也还在搜查。 5日前人就跑了，你为何不禀报？你眼里还有大业律法吗？还是说崔俊本就是你藏起来的？就像是你灭了郡主之口，抢了郡主的雀谷令。骑侍郎这么急着扣罪名，臣禀告崔俊丢失的请罪者早就递上去了，将请罪者送到上书台。记住，混到请安车子里送，别惹眼。诺。臣知崔氏案兹事体大，是上书台一直没有信儿啊。 臣也还在好奇呢，怎么崔俊丢了，朝廷一点也不着急啊？作为崔氏案的证人，臣还在等着廷议呢。骑侍郎，你张口就是我灭郡主的口，你可有证据？我能算你是诬告吗？反正崔俊是在你手里弄丢的。好了，2位爱卿都是忠义之臣，不必相互责难。太后，臣是觉得萧世子有意隐瞒雀谷令，如今郡主突然暴毙，崔俊又不知所踪。 若非您得文熙皇后托梦，恐怕我们所有人都要被他蒙在鼓里。臣以为郡主的死肯定不简单。臣请太后彻查。谢太傅，骑侍郎坚称郡主的死不简单，您可愿支持彻查，还郡主一个公道？若有证据，自然当查。既是空口白牙，没有证据。 郡主的事，就先放一放。萧世子，崔俊的雀谷令可在你手中，不会连同崔俊的人一并被劫走了吧？哼，那倒没有，雀谷令的确在我手中。诸位请看，这便是崔俊手里的雀谷令。
不知文熙皇后托梦时，给太后看的可是这块呀？既然诸位这么想看，不妨传阅一番。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呀，这不就是块普通的令牌，如何称却骨出，天下定？说是崔氏丝矿，就是因为这却骨令才发现的。依世子看，崔俊作恶多端，他伏法后，这却骨令该交给谁呀？文熙皇后托梦时，没和太后提过吗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然大夫不均。我从事独贤，加我魏老，贤我方疆，履历方刚，经营四方。还望太后体恤北府将士舍身忘死之志，却忧于军械不精之苦，将此次查抄崔氏丝矿中的铜铁矿，拨于北府军，改革军械。萧世子平身。世子方才说的哪里话？北府兵乃我大业将士，吾同意世子推行北府改制，可不就是为了精兵强将？况且世子破获崔氏案有功，理应奖赏。吾觉得世子所请甚好，崔氏丝矿就用于精进北府军械。臣替北府将士谢太后恩典。萧无一，你敢戏弄吾？却骨令呢？怎会如此？臣不知晓，方才却骨令就在这锦盒之中啊！满朝百官们可都看着呢。都看没了。启禀太后，方才臣女看见平宁县主在世子转身之时，偷拿了却骨令。我没有，你血口喷人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我是疯了吗？有没有？搜一下不就知道了。搜。太后。没有，我没有。太后，太后，不可能，我是被栽赃的，我没拿。太后，臣女可否借锦盒一用？准。没错，崔俊的这一枚你的确没拿，因为你身上掉出来的这块是我阿母的。太后恕罪，臣女做此机关藏起却骨令，蒙骗太后，只是为了搜出县主身上这枚，查清我阿母死因。臣女冤枉，那枚却骨令不是郡主的。你凭什么说她不是？难道你见过我阿母的却骨令？什么时候？李乐君，你为夺却骨令谋害郡主，你身上的却骨令就是最大的罪证。不是这样的，看样子
郡主的死确实有问题。假的，那枚雀骨令是假的，是伪造的。太后，禀太后，臣听闻雀骨令是由文熙皇后的凤印熔炼所制，凤印质地特殊，雕刻能伪造，可质地却不能。是真是假，2枚雀骨令比较一番便知。崔俊，萧老王爷的，事业一块。这枚是文熙太子的，上面的刻印是我母后亲手所刻。这枚是雀首，可号令剩下3枚雀骨令。你当真要拿出1枚雀骨令，陪我做这一局？现在世人只知崔俊和我阿母手中的2枚，并不知剩下的都在你手中。一旦拿出，至少太傅和李茂就会知道，萧老王爷也是持令人。你的身份也许会暴露。因果得报，恩仇得偿，不过是1枚令牌而已，能令凶手伏法，值得。确实是真的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是你，萧无疑，原来你也有雀骨令。平宁县主，也自和解。那块雀骨令是你的，你用你自己的令牌帮佳瑜陷害我。平宁县主当真以为我萧无疑是圣人吗？众所周知，雀骨令中藏有矿藏隐秘，敢问在座的诸位，哪个不想要？若是我手中有雀骨令，为何不好好藏起来，偷偷把矿挖了，非要当着所有朝臣的面拿出来陷害你？你是谁呀？请问在座的诸位，真的相信我萧无疑会如此慷慨吗？太后，除了雀骨令，我还有人证。传。马夫妻子杨氏带到。他们本来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不是人证，但他们被你接回去之后，反而就成了人证。他问我出事那日，寅时出客人在何处，是否去过马厩。得知我还未起身，便没问别的了。那就是你潜入马厩下毒的事件吗？等等，别再造杀孽了。就该斩草除根。平宁县主为夺雀骨令而谋害我阿母，请太后为我阿母做主。太后，这些证据不足以定罪乐君，还需彻查，请太后从长计议。难道齐王殿下想包庇平宁县主吗？平宁县主若实在觉得委屈，不妨彻查东宫，以证清白。太后，太后，我认罪，我认罪，是我为了得到郡主的雀骨令，害死了他。请太后责罚。贺田，来人！
那日你突然腹痛需要卧躺，是我下的药。怎么了？阿母，我有点不舒服。郡主，不如与我同城，只因我顾念着，不想把你卷进来。若是我心狠些，直接在你和郡主的马车上下手，让你们一起死，就不会有今日了吧？乐君。萧无义，你们逼我亲手把妹妹送进了大牢。他杀了人，杀的还是谢家瑜的母亲。你明知他为何动手，他是为了保护我。护你？你们怕文熙太子出现，可文熙太子早在20年前就已经死了。若没有郡主的医术相救，李乐君的病情怕是也好不了，他活不到现在。为了一丝猜疑，一点恐惧便可对恩人麾下屠刀，难道李乐君没有做错吗？既动手，就该承担后果。李一之，你身为监国，理应知道何为是非对错，何为底线。是非对错？你敢说你帮谢家瑜没有一点私心吗？那你也太狂妄了！你明知道我对夭夭有多不舍，现在逼我妹妹堕入大牢，还指望我继续和你做兄弟，一同推行改制吗？这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？齐王殿下，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罪魁祸首，才能让你心里好受的话，你可以恨我，但李一之，你也是从流民底层里走出来的。既然决定做这把椅子，就该有更悲悯的胸怀，更广博的志向。长路漫漫，不要被恐惧和欲望主宰，忘了来时的路。文熙太子真的死了吗？死了，他早就死了，也永远不会再回来。小女郎，中了我的迷药，你就别费劲了。蔡骏，你帮我做什么？我曾有一只鹰叫鸣笛，幼年放牧时捡的。它那时被猎人射伤，奄奄一息，是我救了它。自此它便一直跟着我。可自我入南叶20年了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它。
他肯定是已经死了，要不然就是被人抓住煮熟了给吃了，或者就是把羽毛一根一根拔下来做成羽扇。别费劲了，都停下！再向前一步，这小丫头就没命了。夏雨，崔俊，放了她。谢家玉一介女娘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与她无关。世子和监国的心上人，怎会无关？把兵器都给我放下！血骨令都带了吧？自然是带了。崔俊，你就算拿了血骨令，你也一样逃不出去。谁说我要逃了？萧无一，你和谢家瑜的这场戏唱得不错呀。栽赃李乐君的那枚血骨令，是你萧家的吧？而郡主的那一枚，明明还在李茂手中。给你。只要你放了他，我的命换他的命。看来齐王对你确实是真心，他一点犹豫都没有。萧无一，你的呢？血骨令的确在我手中，但若是我不给呢？小丫头，我觉得齐王不错，萧无一不行，在他眼里，你连块令牌都不如。无一，悠悠在他手上。今天你让谁死，谁就死。我不选。选一个，一个肯为你交出血骨令，一个完全不在乎你。夏无一，你放开我！夏雨，你选一个，没人会怪你。阿史那奇，何必为难他呢？血骨令我自会给你。此番你利用血骨令，无非就是想要挑起君臣相疑吗？既如此，夏无一，你住手！我来替你选。齐王的命，我要了。好啊，你若杀了他，我也好放了这小丫头。齐王，你不是说愿意以一命抵他一命吗？正好成全了你。夏无一，你住手！萧无一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果然是无惧无负啊！萧无一，这是当朝监国，这里是安泰门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快别说了，萧无一若是真的要造反，你还要上去同他拼命不成？萧无一，你若敢放箭，便是弑君之罪。说，是谁劫的你？云帝，他一直都在，他来带我回家了。云帝，我的命帝。世子，殿下他已经守了2日了，太医署根本就没人来。余生，把晋吉日封闭东宫的守卫全都给我绑了。
诺。公公，出什么事了？这么慌张？太后，萧无疑夜闯东宫去救齐王殿下了，而且秦太医被抓了。秦太医会不会把当年……掌嘴！奴才该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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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打了。秦太医家里20余口都在吾手中，就算是死，谅他也不敢走入半点风水。不料的果然没错呀，还真不能够让他们有翻天覆地的那一日。陛下既然不愿意听吾的，那吾就替陛下做主了。传吾的懿旨，把禁军里所有出身和氏门下的全都调集起来，替吾挡住萧无疑。诺。你知道该怎么做？诺。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那就替吾梳个改朝换代的日月鸾凤吧。诺。陛下怎么还没喝？陛下，请用药。在这健康宫里，真心待你好的人，只有阿娘。你可知阿娘花了多少心血，才换来你今时今日的尊贵？朕一直都记得母后的恩情。既是如此，今晚答应阿娘3件事：第一，停止为夫改制；第二，废除齐王监国之位；第三嘛，太子之位，阿娘已经替你物色好了。幽王第3子，陛下以为如何？母后，今夜儿臣怎么想，已经不重要了。臣拜见陛下、太后。这是何意？秦生谋害齐王与陛下，人赃俱获，其背后定有主谋。文熙母子又先后故去，先帝便幽怨成疾。到了立储之时，那时候肃王和宁王本是朝中所望。那一夜，漫天大雪。这张药方你拿了去，混在每天宵夜的官宴中，给每位皇子和王爷送去。连娘娘的亲生骨肉，燕王也要送吗？要想事成，先要舍得。本宫自有办法保全我儿。3个月后，肃王和宁王先后故去，只剩下燕王，但燕王也因中毒，一病不起。一派胡言！陛下乃吾亲生，吾怎会狠心对骨肉相害？亲生，这些说辞是谁挑唆的？是谁让你陷害我？说！母后，朕还记得那燕窝粥，带着一丝百合的香味。这毒是暗夜草吧？
然把他们带下去了。你是何时知道的？从第一天起。那为何还要恨？因为从小到大，孩儿都想讨母后的欢心，都想得到母后的夸奖。既然如此，那今夜就按母后说的做。孩儿的身体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孩儿是个无能的皇帝，也是个不孝的儿子。你们要争要抢，我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但这大业的江山，要真毁在孩儿手里，我也无颜面对先祖。萧世子，齐王如何？回陛下，毒已经解了，眼下正在休息。萧无义，你以为翻出陈年旧案就能置吾于死地吗？吾乃当今太后陛下生母，就算做错了什么事情又如何？况且我等今夜这一刻已经等了许久了。贺田，萧无义谋乱宫闱，拿下！跪！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。退下！是你出卖了我。今夜萧世子入宫，目的是扳倒太后。何氏为谋却蛊令劫走崔俊，又指使崔俊挑拨萧世子与齐王之间的关系。在崔俊射伤齐王之后，太后又秘密毒害齐王，欲另立储君，罪证确凿。那你来此做什么？还不赶紧去向太后报信？你是要吃里扒外不成？今夜扳倒太后，我也是人证。萧世子已查出当年陛下登基的内情，肃王、宁王都是被太后下毒所害。今夜祸起萧墙，何家只有两条路：其一，断臂求生；其二，与太后一道死。诸位，是想生，还是想死？这怎么办？你们若是想生，如今只有我能保何氏。你准备怎么做？认罪，伏法，支持北府改制。荒唐！何氏乃江南第一世家，怎么可能支持改制？而且太后乃陛下之母，就算陛下知道是太后对父王和宁王下手，也未必会如何。那如果太后当年也给陛下下了毒呢？如今陛下体弱，就是因为当年解毒不清而产生的后遗症吗？我已嫁入靖安王府，本可以独善其身，然而何氏毕竟是我的母族，所以今夜我还是来了。是继续跟着太后这艘破船一道淹死，还是从今以后听我的，换一条航道，至少能保何氏平安。你们自己选。掌家之印在此。很好，
这是臣女这些年来收集的何氏一门结党营私、贪赃枉法的名录，还请陛下预览。何元介，你是疯了吗？你是要毁了何家吗？姑母，元姬是在救何家，何氏不能一错再错下去了。救何家？何氏一门从上京南渡，帝都建康，皆有栋梁之功。臣请开恩，不株连何氏。改制，乃大势所趋，并非屠戮世家。若有同心协力者，自当加以恩典，立为典范。那太后呢？太后昏聩年迈，当收其印玺，移居别宫，颐养天年。乐君，别来无恙。我原本以为安泰门是太后的手笔，原来是你，不断的利用太后，利用我制造健康混乱。只要巡防营兵马调动，大理寺守备松懈，你便能找到机会换出李乐君，将他送出城。可至少我帮你除掉了太后，这还不够吗？是非对错、人命底线我都理解，可李乐君永远会是我的例外，所以我把选择权交给谢家瑜。萧无疑，你太残忍了，无论是对我还是对谢家瑜，你以为他杀了乐君就能释怀吗？不，这只会让他更难面对。我偷偷把乐君换出去，乐君也能活下来，谢家瑜也会以为他复仇了，这不是最好的安排吗？你太小看谢家瑜了，他没那么容易被打倒。他可以做选择，而这个选择也只有他能做。家瑜，我与郡主并非私怨，而是政敌，我只能如此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好，那么今日我就亲自替我阿母报仇。哥哥若是知道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就让他亲自来找我。我可以去北秦，燕王想要与我成亲，我可以利用这一点，潜伏北秦。崔俊为北秦潜伏大业20年，他能做到的，我也能。哥哥是监国，我潜伏北秦，你可以相信我的忠诚。我为暗探，既可以替哥哥实现他的抱负，替萧无疑掌握北秦动向，而且暗探九死一生，就算我被北秦人杀了，也不算你动手。佳瑜，你我朋友一场，我不希望你亲手杀我，那就交给天意。萧无疑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再无兄弟。只有君臣。